我已经1万元没做过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里有金条啊，好多的金条，好多的金条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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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！雷子，刘强，救我！这应该是回潮涌道，直接通向下面的厂房。他们利用火山恒温，集体孵化幼卵。怎么办？人们对越是恐惧的东西，就会越崇拜。很多时候，就是因为太多恐惧而成为敬畏，以视若献祭的形式来讨好神灵。很多迷信就是起源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。更夸张的是，拿活人献祭。这个岛虽然小，但是有充足的淡水资源、动植物，所以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。这应该是个原始部落，照风化的程度来看，应该很久没有人居住了。哎，那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咱们城都集体迁徙了吗？可能是突然消失了，像玛雅文明一样，也可能是因为瘟疫、传染病、地质灾害，也可能是部落之间的战争。小妹，我去！大家小心，我看这里不太对劲儿啊。老鼠拉不先，大头在后边，这就是他们老巢啊！看看，都是他们子子孙孙呐！大家小心一点。下面是海水碱地，他们不可能上来，而且那石门也一直是关着的。这就说明上面有路，他们肯定是从上面进来的。哎，这儿怎么这么多棺材啊？这东西还会使棺材呢？看这木棺的风格和腐朽的程度，应该是这座岛上的原住民的。这里是他们最神圣的地方，把过世的祖先安葬在这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这些异星兽卵，这些无知的人，肯定是被信奉的神灵给端了祖坟了，最后铸成了老巢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已经快要孵化了。这完全是一种完美的新型物种，它的完美完全区别于任何其他的陆生生物。
我走了。好。欣欣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每天守着那堆破铜烂铁，比我都要重要。哎，不是你们俩怎么了？你是他兄弟，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。我，哎你，哎，哎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老是跟一女人过不去啊？你知道什么？这事儿你别掺和。你以为我愿意掺和你那些破事儿啊？刚刚我在楼下看见他了，那一脸的委屈，哼，可怜着呢。我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饿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啊。宝爷，我可不是保姆。哎，你有意思吗你？哎呀，好了，不跟你逗闷子了啊！哎，你让我办的事儿啊，都给你办妥了。这何教授说，那批流落在海外的青铜器，明天上午就能运回国内了。还有个展示发布会，问你有没有时间啊，过去参加去。东西既然遇到了，我也就放心了，我就不去凑那热闹了。嘿，我说你还真是啊，这次保护文物工作，你可是最大的功臣啊！该请功的时候，你倒是缩了。你不去，那宝爷我可得去。这里边啊，件件可都是国宝啊！民族之殇啊！现在流落在海外的国宝级文物还有很多，尽我们所能，尽量多寻回来一些。高叔也是啊，这就像猜谜一样，只留下一张旧海图，还有几页笔记。哼，再说了，那飓风号是不是真的存在，咱们也不知道啊。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，只是缺少了一些关键性的信息。根据资料得知，这飓风号是在南宋时期驶向阿拉伯时，在海上遇到暴风雨消失的。对了，给你看点好东西啊！水文鱼，这哪来的？我从一个老渔民那儿收的，说是从一个老海龟肚子里抛出来的，但是具体来自哪里啊，也不知道。不过看着倒有些年头，是个老货。这上面的图文好奇怪呀！对了，我倒是给刘四叔看了看，他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就是说，好像跟一个古老的部落有关系。没了，就说这些。倒是留了些照片，说是给做海货的朋友啊看看。我这不寻思拿给你看看吗？在哪见过的？你要是能把它弄明白了，那宝爷我就能给他卖个好价钱。好了，我走了啊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哎，饭给你搁这儿了啊，走喽。老人家，您别害怕，我呢只是想问您点事情。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给我看仔细了。那里是地狱，不要去那里。这老小子疯了吧？听说啊，他从海上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那个样子了。你们去查一下那艘船最后的坐标，尽量查出岛屿的具体位置。星星来找过我了啊，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帮你们的，这最后一次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他好吗？
不好，非常不好。她可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要是再敢欺负她，咱们以后朋友都没得做了啊！放心吧，按照你说的都复印好了，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冷门资料，你们要这些干什么？哎，李小磊，让你帮忙一下王馆长打听的事儿，你打听好了吗？哎呀，那，啊，这儿呢。我们馆长说，这是一个原始部落文明的一种图腾，极少出现在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当中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海上的某一个部落岛屿，但是有区别于我们华夏文明。哎，我说最近你们怎么都那么怪异啊？星星也是的，把东西放在我那儿就匆匆的走了，连去哪儿也不说，搞得我那儿都跟收容所一样了。他走了，他去哪儿了呀？你聋了吗？我不是说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说要外出很长一段时间。哎，真是服了你们了！你们俩吵架，我跟人遭殃。嗨，你们是谁啊？别害怕，我们不想伤害你。问你几个问题，我们就走。别动！我手指头可不听使唤。我不想开个玩笑，开出个人命来。都是自己人啊，可开不得这种玩笑。我们是刘四海介绍过来找你们谈点事儿的。四叔，你给我老实点！什么四海五海的？这江湖啊，就没有遮天术，只有一物降一物啊。谈事儿就好好谈事儿，别跟宝爷整黑社会那套啊！哎，胖子，啊，三儿，刘四海呢，让我看过水文玉的照片，我手上确实有些与之相关的资料。你是怎么弄到这些资料的？这说来话长了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钱。我们祖上呢，从宋朝到现在都是在做海上吃饭的营生，那时也算是富甲一方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名阿拉伯富商呢，租用我们钱家的飓风号，运送一批瓷器，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。此后，飓风号和船上所有的人都消失了。飓风号。就是那个传说中装满宝贝的古船，真是机缘巧合啊！前段时间，我从一个老渔民口中得知，在一次暴风雨中，他们闯入了一个无名神秘岛屿。在岛上，他们看到一艘船只的残骸，其描述和我们钱家的飓风号颇有几分相似。听刘四海说，你们也正在寻找那座神秘岛屿。如果咱们能合力把流落在外的文物找回来，也算是功德一件啊。关键是，我们现在都无法确定那座岛屿的具体坐标位置，只能靠一些历史文献和零星的资料锁定一个大概的海域。你要的资料，我这里都有。哎呦喂，您说的可真好听啊！啊，您自己个儿怎么不去啊？干嘛找我们呀？早就听说二位的大名了，探险寻宝那可是行业里的佼佼者，又懂得老祖宗的风水秘术。说实话，我就一粗人，但您二位不同啊，那可是你们的专业呀。专业？嗨，这就对了。算你有些见识啊。那宝爷我不是吹牛啊，既然你是四爷的朋友，那我就相信你。不过，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，毕竟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。有了这些，我相信你用不了太多的时间。咱们2个礼拜以后出发。如果有一天能找到飓风号，我也算对祖上有了一个交代了。
你个龟儿子！我总觉得有些蹊跷。你说这钱五爷只是为了寻找这宝船残骸吗？那找欣欣来干什么呀？林欣欣是生物学家，难不成这老小子还想顺便抓点什么珍奇异兽？这可不是什么见得了光的事儿。据表面资料得知，这飓风号当时是一个阿拉伯富商租用的。据记载，上面只运输了茶叶、丝绸和瓷器。这几百年过去了，茶叶和丝绸肯定已经腐烂了，那有价值的就只剩下那些瓷器了呀。这宋朝啊，有5大名窑，如果有保存完整的官窑瓷器，这可都是无价之宝啊。我看没那么简单，可能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东西。哼，钱五爷这老小子真是老狐狸出洞，准没什么好事儿。而且这座岛屿在官方地图上都没有任何标注，只能靠这些资料得出一个大概的位置，还有一个老渔民给的坐标。具体这座岛上有什么呀，还真不好说。大家小心，这里面好像有东西。好像有情况，上去看看。走。我的妈哟！大总，快点过来看看肉！哪里？那是大总，都在哪里？出什么事了？小鱼闹事了！啊，小鱼？这多大小鱼能弄出这动静来？哎呦，五爷，好像是鲨鱼！哎，大连那种鲨鱼啊，你看吧。五爷，没事吧？超儿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是什么情况？是什么怪物和我们过不去呀？苍龙，这不可能啊！苍龙是什么龙啊？难不成是东海龙王吗？是大鲨鱼吧？不是鲨鱼，是苍龙。苍龙是由陆地蜥蜴入海进化而成的，它的长度可达到20多米，体重大概在20多吨左右。但是，它早在6000多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。什么？灭绝了？那掌舵，马力撇开，旋入前进。好。哎呀，不好了啊！又来了，躲在前头。哎，大超，小超，快把救生衣拿过来。好。谢谢啊。起来，大家小心！这苍龙不会被船给撞晕了吧？苍龙是侏罗纪时期的海洋霸主，他性情暴虐，绝对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的。大家找地方抓紧，先让身体靠近船体。
投诚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哎，吓死我了！五爷，在这里。荒岛上怎么还会有这些东西？怎么处理？发给大家吧，以防不测。是。是林欣欣救了你。欣欣，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哪儿呢？我真服了你们俩了啊！见了面跟仇人似的，我谁都放不下手。哎呀，甭找了，甭找了，他没事儿。哎呀，咱们这次啊，真是黄鼠狼放走的鸡，幸运极了。你看，这船啊是没了，但人呢，这不都挺全乎的吗？这是哪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不是什么好地儿。这次啊，真是泥巴牛下海，有来无回喽。太壮观了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呀！您二位还好吧？哎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不过还好，总算来了这岛上了。来是来了，可走怎么走呀？船没了，当然走不了了。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这岛上不是还有一艘船吗？你说飓风号，一艘700多年前的船，你觉得还能出海吗？以前的船可都是木质结构，放到现在早就腐朽不堪了。行了，店儿已经找到了，接下来怎么走就看你们的了。五爷，已经整理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好，那咱们走吧。跟上，好，小心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应该是整座岛的南边，而我们的目的地是在这座岛中心偏东北的位置。根据以往资料得知，这座岛是北高南低，而有山川，肯定会形成河流。现在我们只要找到河流，顺河逆流而上就行了。这岛虽然不大，但林子还挺茂盛啊。哎，说不定这里边还有野味可吃呢啊！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些肉食主义者！珍稀动物可是受保护的，好好收敛一下你的原始欲望吧。哎，宝爷，我宁愿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茹毛饮血，我也不在食物链最底端吃枣啃泥，那多跌面啊！真是无语。哎，这哎呀，我讲个笑话啊，说有一艘客轮行驶在茫茫的大海上，远远的呀，就看到那个海岛上面有一个穿着兽皮、满脸胡须的人，在那里一边嚎叫一边挥手。哎，那个游客就问了：“那是哪个哟？”船长很不耐烦地说：“小瞧不得，我每年开船经过那里的时候啊，他都要发疯一会儿，神经病，烦求得很，真的是。”这船长是不是傻呀？这明显是求救信号的意思呀。对呀。快！没事吧？嗨，我们的林大教授，哎，你不是古生物学家吗？一天到晚的和谷子打交道，你还怕这个？少在那说风凉话，又没有人提前告诉我。再说了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个？很有可能是一个无意中闯入的渔民。哎，前面禁区
是啥子意思哦？嗨，真没素质，到处涂鸦。这应该写上某某到此一游，这才应景嘛，是不是？别乱说话了。走吧。大家小心！哎呦我去，这也太壮观了吧！哎，简直可以收门票开业了，直接开发荒岛一日游。前面应该有条河流，到了那儿我们就可以休整一下了。啊，好，走，好。这个岛虽然小，但是有充足的淡水资源、动植物，它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。哎，你们说，为啥子我们一路上一个人都没碰到球？这应该是个原始部落，照风化的程度来看，应该很久没有人居住了。哎，那人都跑哪儿去了？难不成都集体迁徙了吗？可能是突然消失了，像玛雅文明一样；也可能是因为瘟疫、传染病、地质灾害，也可能是部落之间的战争。这就是一堆废墟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找旋风号，还是多走点路。还真是有点累了，有点肚子痛。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半小时之后再出发。吃点东西补充体力，别他娘的到后面掉队啊！警示四周。小超，去四周看看。好。小超，不要，走，师傅有人，找个地方方便一下。走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下去来个大的。
出发了！出发了，出发了啊！哎，起来，起来了！别掉队了！他奶奶的，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装什么鸟？走了，燕白。走。雷子和刘强怎么还没回来？去看看大成。好。走。刘强，出发了！愣着干什么？出发了！出发！哦，来了来了。刘强，刘强，刘强，前队叫你呢。啊，雷子呢？怎么没看见他人？哎，他不是回来了吗？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在什么地方？大概15分钟前，就在咱们刚才休息的地方。他去方便了，我以为他和大超一起回来了。没有啊，我当时过去只看到你自己一个人。啊？五爷，雷子不见了，我得去找找他。啊，不见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？自己人看不住啊！三儿，好，你去吧，要小心，我们在前面等你们。注意安全。哎，你给我枪干什么？在这荒岛上，不想死的话你就拿着。大超，你留下。小超，刘强，我们走。好，前队，你们小心啊！五爷，这枪什么意思？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在这种荒岛上，你就拿着吧。元宝，你拿着枪小心点，不要伤到别人。等我。雷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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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子。雷子，雷子，雷子，他之前就是在这里，我以为他提前回去了。大家小心！千队，这不雷子的包吗？雷子不会已经出事了吧？总之小心点，先找人。
是个爷们儿你就直接过去。哎呀，我这还有些事情想不明白，我真怕他被人利用，他自己还不知道呢。哎呦呦，开始担心了。也对，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，钱五爷这老小子肯定没憋什么好屁。过去给你看了风去啊！欣欣，哎，你跟那老小子怎么认识的？你不是在考研呢吗？别介啊，我可是好人，我可不像那位，那真是狗子坐轿子，他不识抬举。我最近在研究一个关于古生物进化的课题。五爷是我通过私塾认识的。你是说刘四海？他们说你们在寻找一座神秘的岛屿，这个岛上可能会有很多的古生物，这正好跟我研究的课题有关。哎呀，不要碰我，烦求得很。所以就出来散散心。他就没跟你说别的？说啦，他们说你们在找一艘南宋的古船。难道说？哎呀，这岛上还真的有什么？我勒个去！那是个什么东西？王胖子，你想爪子？你想啰嗦呗？你给我等到去！这个四川火锅，关起来挠痒痒，不是死活的玩意儿。要不是宝爷我，你刚才就见阎王爷去了。哎，你那是啥子东西哦？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晓得，我刚刚都在这里睡觉，他拿起枪就对到我突突，把我吓死了。元宝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状况？这里边肯定有古怪。我刚才看见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，就在这后边。长什么样子？没看清，就看见一条很长的舌头绕在王生的脖子后边。欣欣呢？坏了，他跟那东西过去了。走。我去，这什么呀？是蚕蛹吗？如果是蚕蛹，那孵出来的蝴蝶就可以当坐骑了。我觉得是那些东西的子子孙孙。咱们还是走吧，这里感觉不对啊。咱们又不是来狩猎的，就不要节外生枝了。走了，我们得赶紧找到古船，我可不想在这里过夜。欣欣，他在那儿。我现在终于知道钱五爷为什么带一个生物学家来岛上了。哇，这简直是太神奇了，简直就是个奇迹啊！欣欣，你们看，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不是一种蛹，而是一种卵。蛹里面是幼虫，而卵里面是胚胎。你看它外面是用网丝一样的东西裹着，实际上它里面有卵壳。我必须要提取一些卵液。你们知道吗？通常的这种蛋形卵都会有气室、卵白和胚胎组成的。
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物种，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岛屿长时期的封闭环境，再加上特殊的影响，比如射线、辐射等产生了变异，从而进化成了外形异形的怪兽。这些异形怪兽把卵粘附在树上和墙壁上，那它是卵生动物吗？哎，异形兽这个名字好，很形象，很贴切，就是那些畸形的杂种。动物的繁殖一般分为3种：卵生、卵胎生和胎生，这也是基本进化的一个定律。我知道，鸡就是卵生，鳄鱼也是卵生。我也晓得，蛇也是卵生的。也不对，有一些蛇呀，它就是卵胎生，比如说短尾腹、红点锦蛇，还有死亡蛇，这些都是卵胎生。你小子是不是初中没毕业呀？我就见过有些蛇呀，它直接生出小蛇，而不是蛇蛋。有时间少打游戏，多看看《动物世界》啊。卵生的动物一般都会把卵产在比较隐蔽的地方，比如说地面或者是水里。但是像这种直接把卵粘在树上的，还是极为罕见的，尤其它的体型又这么的庞大。我想，它们应该是为了更好的吸取阳光，获取热量，也可以在出生之前避免一些危险。这也算是一种进化。那这种东西有什么天敌之类的吗？或者他们怕什么呀？天敌，那这就得看这个岛上的生物链，看它处于哪个层级了。如果他们是这个岛上的食物链顶端，那他们岂不是？哎，那之前还有可能，但是咱们来了，还真就不一定。凡是动物都会有一些它的弱点或者是忌讳的东西嘛，但是这就得取一些它们的组织来分析一下了。行了，先走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就你事儿多，赶紧起来！哎呦，啥子东西啊？给到老子屁股了！是金条子！哎，是金条子！金条子！哎，哪里金条子？哪里捡到了？都在那里，屁股下头。好运气啊！栽跟头能捡到大金条，玩意儿我看看能不能再捡点什么漏啊！我去，哈哈，还有硬货哈，这才对宝儿我的脾气。你别再一个人来跑了，万一那些异形兽来了，不要连累大家。看来真的要到了，终于快要找到了。看看这些骷髅，取不义之财，死于非命，真是一群亡命之徒呀！少说话。干好你们自己的事儿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三儿，你蝙蝠身上插鸡毛，装什么鸟？胖子，找到船对咱们大家都好，找不到都得死着。臭小子，人一路了。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，别挑战保友我的极限啊！否则我就把你变成骷髅架子！来啊，来啊！想跟我火拼吗？是，不要多事啊，马上就找到，在荒岛上还需相互照应。元宝，不言，那个是我找到的，你拿起太重了，你拿给我，我年轻有力气。只要你有胆子，后面好处少不了你的，拿着吧。谢谢别。雷子，刘强，雷子，救我！
这都什么鬼东西啊？小心！不要担心，估计他已经摆脱了那些异形兽了。大家小心，我看这里不太对劲儿啊。小心打眼，包扎一下吧。五爷呢？五爷在前面，疼！哎呦，忍着点儿。第一晚上，好了，那里好多异形兽啊，我们还是小心点吧。走吧，咱们快去跟五爷他们会合。走。上上面！我去！真他妈丢人！没想到保佑我第一茬挂这儿了。快走！走啊！不要，走，走，走啊！走，走，走！
全队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上面好像有东西啊！快走！前队！前队！我去，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是奥特瓦类的生物。谁？你去哪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？什么是奥特瓦类的生物啊？是藏在洞里捕食的一种蠕虫，它们一般生活在南海、深海的大峡谷里，曾经在寒武纪时期出现过，但是早都灭绝了。在这种鬼地方，就别用那些常规逻辑想问题了，行吗？你刚去哪了？你没受伤吧？赶紧走！我们赶紧走！走啊！走！快走！走！走啊！赶紧！走！赶紧走！哎呀，元宝，你没事了？哎呀，刚才一激动啊，差点忘了自己还有条伤腿。要不，我们原地休息一会儿吧。前面有个山洞，这儿不安全，咱们还是先去躲避一下吧。走，来，再撑一会儿。走，老子还不是个伤员，都没人关心我一会儿。等我会儿吧，等我会儿吧。又来了，这是过日子，快跑啊！我这过日子又来了，这个又来了。
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从来没有像这儿让人感觉那么死寂，感觉特别不真实。真不敢相信这里发生的一切，眼看着他们就死在我的面前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我是说，怎么样，有什么收获吗？目前还没有太多的头绪，不过按照进化论来讲，都能够找得到近亲关系，比如说蜥蜴、恐龙，还有鳄鱼，在它们身上都能够找得到相近的进化关系。但是目前按照这个来看的话，还有太多需要研究。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它们是卵生生物，食肉，且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。就像是狼群吗？对，但是它们有一些特征很奇怪，比如说它们的外貌特征，还有它们的产卵方式，机理又有一点像水蛭，对氯化钠比较敏感，但是水蛭又属于环节动物，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岛屿有关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怕氯化钠？对，就是盐或者是海水。海水？可是这里距离海边至少要3-4公里呢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你看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异形兽的血液。蓝色的血液？其实有很多动物，它们的血液都是蓝色的，比如说大王乌贼、马蹄蟹，还有鱿鱼。那它们的血液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呀？其实很多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，那是因为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含铁，如果含铜的话就是蓝色的，如果含钒的话就是绿色的。我还真不知道，原来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。这里奇怪的不只是这异形兽，这个岛上肯定还有其他的生物，这个目前无法解释。这座岛上应该是有原住民的，可是我们这一路上一个都没有看到。我想应该是跟这些异形兽有关系，而且这次行动，钱五爷肯定有所隐瞒，所以我们要万事小心。我先去找元宝。好。元宝，怎么样了？嗨，都不叫个事儿。来，喝口水。五爷，不要告诉我这一路上遇到的一切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要我说什么呀？你不是都看到了？这一路上死了这么多人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关于这座岛、这座古船和这里的一切，就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我祖上并不是跑船的，飓风号和我家族也没有任何关系。王生是我侄子，就刚刚他在我眼前。这些畜生，只要我能冲出去，我就把他们都弄死。王生是你侄子？是，谁都不知道，连三儿都不知道。1年前，我偶然从瑞谜渔民那里知道了飓风号，知道了这个岛，说是有奇怪的猛兽，所以我就找了岳子倩和林欣欣。但是我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种情况，这里简直就是地狱。那关于飓风号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不是很多，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。只知道上面肯定有好东西。刚才在林子里捡到的金条，肯定也是来在那艘船上。就为了那些东西，你就害死那么多人啊！我也不想啊。
现在唯一要想的是大家齐心合力，想办法快点离开这个岛。欣欣，我觉得这水有问题。这白色颗粒是什么？一块过来看看。这是海水，这里肯定有暗河与海相连。海水？对。难道这就是那些异形兽不敢进来的原因？这里的海水可能也会随着潮汐有变化。经过长时间的风化，很多地方也堆积了一定的海盐。现在是饿虎斗群狼，寡不敌众啊！广为我来点救命水。无言，无言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无言，这里有暗河与海水相连，而且到处都有风化的海盐。这是那些异形兽不敢进来的原因，所以这里很安全。那好，接下来就麻烦高老弟前去探一下路，看我们从哪里上去。这个地方，可能就是岛上部落祭祀用的地方了。从壁画上来看，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。哎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在祭祀这些怪物啊？难道他们还崇拜这些东西不成啊？在古老的年代，人类对越恐惧的东西就会越崇拜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太多恐惧而成为敬畏。以视若献祭的形式来讨好神灵，更夸张的是，拿活人来献祭。活人？嗨，真是够愚昧无知的啊！很多迷信就是起源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。哎，就是那个看上有点像巨大的鳄鱼，难道是他们的首领吗？应该是苍龙，就是咱们在海上遇到的苍龙。苍龙？难道他们最终祭祀的目标不是异形兽，而是苍龙？唉，可惜后面的壁画脱落了，不能完全解读他们真正祭祀的缘由。难不成他们是拿异形兽来祭祀苍龙，或者说是喂养苍龙？苍龙生活在海里，而异形兽生活在岛上，又惧怕海水。应该说，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很少有交集的。你们看，他们就是从这里把什么东西抬上去进行仪式的，也就是说，这里肯定能通到山顶。哎，你们看这两个神像。小心！哇，开了，终于找到路了。进去看看。走走，跟上。老鼠拉不先，大头在后边，这就是他们老巢啊！看看，都是他们子子孙孙呐。大家小心一点。下面是海水碱地，他们不可能上来，而且那石门也一直是关着的。这就说明上面有路，他们肯定是从上面进来的。哎，这儿怎么这么多棺材啊？这东西还会使棺材呢？看这木棺的风格和腐朽的程度，
应该是这座岛上的原住民的。这里是他们最神圣的地方，把过世的祖先安葬在这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这些异形兽卵，这些无知的人，肯定是被信奉的神灵给端了祖坟了，最后铸成了老巢。行了，少说废话，赶紧找到飓风号，免得节外生枝。狗子掀门帘儿，全仗一张嘴，有本事你自己上，少往后边装孙子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想找事儿啊？不要冲动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热，好像是火山口。因为这里有岩浆，温度高而且稳定，还真是个孵化的好地方。出口应该在那里，走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已经快要孵化了。这完全是一种完美的新型物种。它的完美完全区别于任何其他的陆生生物。这是通往山顶唯一的路，大家小心一点。这应该是异形兽的回巢甬道，直接通向下面的产房。他们利用火山恒温，集体孵化幼卵。看来他们的集体意识真的是很强。不行了，我的老骨头快散架了。五爷，要不然咱们先休息一下。现在休息？咱们才刚弄死他们的子子孙孙，在这个鬼地方，这要来个两头夹击，咱们就全得死在这儿。你想跑都没地方跑啊！
快点！他妈的，后边又追上来了！呀！怎么这么多？怎么办？那些异形兽又来了！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！我去！这老屎！你们快着点，宝爷我可不想断后变绝后啊！继续往上爬，就快到了。走，来，快点！不想死在这儿，就快点往出爬。注意他，来，来，欣欣快一点，来，慢点啊！来，五爷，快点啊！别走，快点啊！别走！我追着老了！曲风浩。从主结构上来看，这是一艘三桅船吧？好眼力呀，这确实是一艘三桅船。这种船的船体结构更加合理一些，可以在海上连续待上数月。之前在泉州后主出土的宋船，主体结构也保存得相当完好，而且在宋朝时期，造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。再加上这里的环境、遮雨、通风，能更好地保留这些木质结构。这里已经700多年了，没想到保留的还这么好。这可是宋代汝窑的瓷器啊！这保存的已经算相当完好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里全都是好东西啊！这是宋军窑的一点红，梅花血、莲花血，这些文物真是太有价值了。是，你们看，这是金元宝吗？这是宋朝的金锭，应该是鎏金金锭。金锭。三儿，快点把东西往出搬，咱们发财了！哎呀，钱五爷啊，你是真掉钱眼里去了。这些都是大家拼了命才找到的，你可别想一个人吃独食啊！这些文物的价值，不仅在它的物质价值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它的文化传承。我们应当保护这些文物。少他妈跟我废话！你我费了这么多周折，就是为了什么文化传承？你们脑子进水了吧？这些对我来讲就是财富，就是他妈的钱。富贵险中求，恶向胆边生。你搞的这些猫腻很成功啊！啊，千对小丑，
梅子、刘强，他们就为了你的一己私欲都白死了吗？我花钱雇他们来就做安保工作的，他们的事我有什么错？要换就给他们运气跑！你还有人份吗？无言！王八蛋，打死你！往哪儿跑啊？洞口都被炸了！往山上跑！来呀！兄弟，走，走！这回可真没路了。那我们就闯出一条路来！来来，天了！走，走！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二爷，我也跑不动了。要是还有一些肉追过来，老子就直接跳下去喂苍龙。在那苍龙肚子里睡一觉，那多美呀！这下怎么办？我们在这荒岛上，就算不被吃了，也会被饿死的。不要怕，上天会眷顾好人的。哎，那是直升机啊！我不是出幻觉了吧？哎，你小子还留个手啊！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不知道了吧？哎，我们在这儿呢！过来，这儿呢！